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能改变你思维方式的宝藏书籍《结构化思考力》。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宗秋，他是一位在思维训练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致力于帮助人们提升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关键价值与影响。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数据、观点和任务所淹没，思考似乎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我们常常面对复杂的问题不知所措，在表达观点时也总是词不达意。而结构化思考力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高效思考和清晰表达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书籍，更是一本实践指南，能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想象一下，当你在工作中需要做一个重要的项目汇报时，你能够条理清晰地阐述项目的背景、目标、实施方案和预期成果，让领导和同事们一目了然。在生活中，当你面临一个棘手的家庭决策，比如选择孩子的学校或者购置房产时，你可以用结构化的思考方式，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这就是结构化思考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的，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比如如何提高公司的业绩或者解决一个社会难题，你是否曾经感到无从下手，思维就像一团乱麻？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名人的故事。史蒂夫·乔布斯，这位苹果公司的传奇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产品，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创新的理念，更在于他强大的结构化思考力。在苹果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从产品的概念设计到功能规划，再到用户体验的每一个细节，乔布斯都运用了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他将复杂的产品研发过程分解成多个清晰的模块，每个模块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种思考方式使得苹果的产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成为经典。结构化思考力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就是结构化思考力。那么，什么是结构化思考力呢？它是一种将零散的信息、数据、观点等按照一定的逻辑和框架进行整理、分析和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是我们思维世界里的建筑工程师，把杂乱无章的材料搭建成为一个坚固、美观、实用的建筑。从理论原理上来说，人类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有限容量的容器，当信息过多且无序时，就会出现混乱和遗忘。而结构化思考力则是利用了大脑对规律和秩序的偏好，通过构建清晰的结构，让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就像书中所说，结构化思考力是我们在信息海洋中航行的灯塔，它为我们指引方向，让我们不至于迷失。重要习惯1：明确目标。明确目标是结构化思考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思考任何问题之前，我们都必须先弄清楚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因为目标就像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针，没有目标的思考就像是在没有航向的大海上航行，最终只会迷失方向。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时，我们的大脑会集中注意力，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来处理相关信息。在应用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明确目标。首先，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希望通过这次思考达成什么结果？例如，在工作中，如果你接到一个任务，要对竞争对手进行分析，那么你就要明确这次分析的目标是为了寻找市场机会、调整产品策略还是其他目的。明确目标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的思考更加聚焦，避免在无关的信息上浪费时间。就像书中提到的案例，一个团队在讨论新产品开发时，如果一开始就明确了目标是开发一款针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尚电子产品，那么整个团队的讨论就会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不会偏离主题。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提高决策的质量。重要习惯2：构建框架。构建框架是结构化思考的关键环节。框架就像是我们思考的骨架，它将不同的信息、观点、问题等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善于识别模式，而框架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模式，让复杂的信息变得有序和可理解。构建框架的方法有很多种，常见的包括逻辑树、矩阵图、金字塔结构等。以逻辑树为例，我们可以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子问题，然后对每个子问题再进行进一步的分解。比如，在分析一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时，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逻辑树，第一层是收入和支出，第二层再对收入和支出进行细分，如收入可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收入，支出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构建框架的好处是巨大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的思考问题，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它也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书中有一个案例，
讲的是一个企业在面临市场转型时，通过构建框架，分析了市场需求、自身能力、竞争对手等多个因素，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转型之路。3. 重要习惯3：收集信息。在构建好框架之后，我们需要收集信息来填充这个框架。信息是思考的原材料，没有足够的信息，我们的思考就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收集信息的过程需要我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广泛的信息来源。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因素，收集信息的过程就是降低我们思考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过程。收集信息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阅读书籍、查阅文献、进行市场调研、访谈专家等。在收集信息时，我们要注意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例如，在进行市场调研时，我们要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数据的准确性。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根据已有的信息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我们的框架。收集信息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为我们的思考提供有力的支持。就像书中所说，信息是思考的燃料，只有充足的燃料，我们的思考之火才能燃烧得更旺。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家科技公司在研发新产品时，通过广泛收集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用户需求信息等，最终开发出了一款符合市场需求、具有创新性的产品。4. 重要习惯4：分析论证。分析论证是结构化思考的核心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运用逻辑推理、归纳演绎等方法来论证我们的观点或解决方案。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论证是建立观点和证据之间联系的过程。一个有效的论证需要满足一定的逻辑规则。在分析论证时，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如因果分析、对比分析、SWOT 分析等。以因果分析为例，我们需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分析一个产品质量问题的原因时，我们可以从人、机、料、法、环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分析论证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找到问题的根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企业在解决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时，通过分析论证，发现了生产流程中的瓶颈环节，并针对这个环节进行了优化，最终提高了生产效率。5重要习惯5：表达呈现。当我们完成了思考过程之后，就需要将我们的思考结果表达呈现出来。表达呈现是将我们的思维成果转化为别人能够理解的形式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有效的表达呈现需要考虑受众的特点、信息的清晰度和吸引力等因素。表达呈现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口头汇报、书面报告、演示文稿等。在表达呈现时，我们要注重逻辑性和条理性。例如，在做一个口头汇报时，我们可以先概述主要内容，然后分点阐述，最后进行总结。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些视觉元素，如图表、图片等，来增强表达的效果。表达呈现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的思考成果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在工作中，一个好的表达呈现可以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在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员工在向领导汇报项目方案时，通过精心准备的演示文稿，清晰地阐述了方案的各个要点，最终获得了领导的认可。6重要习惯6：回顾反思。回顾反思是结构化思考的最后一个重要习惯。思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前的思考结果，而要对整个思考过程进行回顾和反思。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反思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回顾反思的方法包括对思考过程的回顾、对结果的评估、对问题的重新思考等。例如，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我们可以回顾整个项目的思考过程，看看在哪些环节上可以做得更好。在反思时，我们还可以参考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回顾反思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我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在书中提到，每一次的回顾反思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它让我们在思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团队在完成一个项目后，通过回顾反思，总结出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的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朋友们，结构化思考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思考方法体系。它教会我们如何明确目标、构建框架、收集信息、分析论证、表达呈现以及回顾反思。这些习惯就像是我们思维的工具箱里的工具，当我们面对各种问题时，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现在，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去阅读《结构化思考力》这本书，并将其中的习惯运用到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相信我，当你开始运用结构化思考力时，你会发现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你会成为一个更高效的思考者，更清晰的表达者。不要犹豫，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提升思维能力的奇妙旅程吧。
记住，思考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改变你的世界。